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蓝同学脑洞工坊，我是蓝胖。许多人呢在小的时候都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：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呢？而时至今日，已经长大成人的你，是否又能够自己完整的解答这个问题了呢？也许说你现在已经成家，有了孩子，那么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也向你提出了一样的问题，你又能否向他解释清楚这件事情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科普一下天空的颜色，以此来给大家扩充一些基本的物理学知识储备。首先，相信很多人都曾猜测过，天空之所以是蓝色的，是因为海洋是蓝色的。那么天空就像一面镜子，它反射了海洋的颜色，所以也是蓝色的。这个答案呢，很显然是错误的。为了回答清楚这个问题，我们首先需要认真地认识一下光。第一，阳光是由多种颜色的光组成的。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所有光都是来自于太阳。太阳通过时刻不停歇的核聚变所产生的大量热能，向外界宇宙释放了无数的光亮。这些光呢，在宇宙中孤独地穿行了1.5亿公里的距离，终于抵达了地球，被人们看到。古时候的人们呢，看到的阳光是亮白色的，偶尔掺杂着些许黄色。于是当时的人们就认为太阳发出的光就是这样耀眼的单色光而已。而时间跨越了很多年，直到1666年时，一位名叫埃萨克·牛顿的淘气小子，在午休时间用一块看似不起眼的三棱镜，首次呢将太阳光分解成了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7种颜色的光。后来呢，也被人们称为光的色散实验。正是通过这一实验呢，人们才得以获知来自太阳的光线的秘密。原来这些光不只有一种颜色，而是由多种颜色的光混合而成的。而这些不同颜色混合而成的光，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时，会发生折射，按照一定的角度偏转后，才能继续的向前发射。这也就是牛顿使用的三棱镜能够让光分离开来的原因。那么听到这里呢，你家宝宝一定会问了，难道天上也有一个巨大的三棱镜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天空难道不该是和光线一样是白色的吗？为什么会是蓝色的呢？那么这里我们就要讲到下一个话题了，光的散射。众所周知呢，地球和太阳之间可不是一条笔直平坦的路。在光线接近地球时，首先会遇到地球外所包裹着的厚厚的大气层。这些大气层呢，从地球诞生之初就坚守在地球的外面，保护着地球免遭那些致命的宇宙射线和陨石碎片的伤害。从物理学上来看呢，大气层是因重力关系而围绕着地球的一层混合气体，厚度呢大约在1000千米以上，主要成分为氮、氧、氩、二氧化碳和不到0.04%比例的微量气体。那么当太阳光线射入大气层后，会遇到这些分布在大气层中大量的气体分子和悬浮在其中的颗粒。这些气体分子和悬浮的颗粒能够把太阳光向四面八方散射出去，所以它们就成了这些散射光的光源。我们上面也提到了，太阳光是由7种不同颜色的光组成的，而不同颜色的光波长也不同，受到散射原理的影响程度也不同。波长较短的蓝、靛、紫色光波最容易被散射，而波长较长的红、橙、黄色的光呢，透射能力比较强，使得它们能够穿越大气层中的气体分子和微粒，保持原来的方向前进，几乎不受影响。而对于最下层的空气分子来说，蓝色光才是它们最容易选择散射的目标。因此，人们常常看到的天空基本都是蓝色的。到了现在呢，看似关于天空颜色的问题已经被解答了，然而还有更深层的疑问在等着我们。在白天时，天空确实基本都是蓝色的，然而在清晨和傍晚时，天空怎么又会变成红色的呢？阴天时，
天空怎么又变成了灰色呢？难道太阳光还会变色不成？接下来咱们就来分情况解答一下这些问题。首先呢，是清晨和傍晚时的红色。清晨和傍晚时呢，由于太阳相对于地平面的位置比较的斜，以这样的角度发射过来的太阳光是以大角度倾斜着射入大气层的。此时呢，波长较短的蓝靛紫色光波，因为其穿透能力差、散射性强的特性，而无法穿透大气层，几乎全部都会被反射出大气层。而相反，波长较长的红橙黄色的光，在这种角度下，因为穿透能力强、散射性低的特性，因而能够穿过厚厚的大气层，直接射入我们的眼睛，这就构成了我们看到的天空中的那些色彩艳丽的朝阳和晚霞。第二是阴天时的灰色。在阴天时或者雾霾情况比较严重的时候，天空中除了大气层中原有的气体分子和颗粒以外，还悬浮着大量的水分子、冰晶、尘埃以及各类的气溶胶。这些物质的尺寸呢，基本都要大于太阳光的波长。而这种情况下，不管是波长较短的蓝靛紫色光波，还是波长较长的红橙黄绿色光，都无法避免与这些大颗粒相撞而发生散射。这种散射呢，也被称为是米氏散射，它的散射强度呢和波长是无关的。此时7种颜色的太阳光，因为在穿过空气时都会被散射，所以散射后留下的光还是和之前一样，所有颜色光波混合而成的那种白色的光。而因为有的时候空中悬浮的颗粒物本身就是黑色或者灰色的杂质，所以此时的天空看起来就变成了灰色的了。那么最后咱们再来延伸一下这个话题，说一说为什么很多时候黑夜的天空并没有那么黑呢？众所周知，夜晚的天空之所以会变黑，是因为太阳跑到了地球的背面。此时呢，没有了太阳光经过，天空很自然就变成了黑色的。然而近些年，很多人都会常常发现，黑夜的天空似乎没有那么的黑了，甚至有时还会发出黄色或者红色的亮光。尤其是在下雨或者下雪的时候，天空看起来就像是那种天气不好时候的白天一样。这种现象呢，其实是由于人类的现代城市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影响。现在的很多城市呢，在夜晚时都会使用大量的高功率路灯来照亮城市的道路。很多的商业区呢，也有大面积的霓虹灯板和显示屏在彻夜的工作。而此时，夜晚的天空由于没有了太阳光经过大气层，那么城市中人类生活所产生的大量光亮也会被发射到空气中，被很多的空气分子和颗粒反射和散射，进而使得天空看起来不再那么的黑。而在下雪时，地面的积雪会像镜子一样反复地将城市中的光线向天空中反射。这也是为何人们常常会发现，在雪天天空会格外的亮。目前呢，也许只有去到乡村或者深山老林人迹罕至的地方，才能看到和过去一样无比深邃的黑夜了。好了，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转发、评论和订阅。如果你对节目有任何的疑问，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。我是蓝胖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